他叫做魔霸新锐，是 ROG 玩家国度的一员。他在2月23号以9999元的价格全面首发。忽然有一天，他不小心被我买到了，那么就由我来向大家讲讲他的故事吧。笔记本裸机重量2.36千克，加上电源适配器3.16千克。电源适配器这边给到的是280瓦，屏幕长35厘米，屏幕宽23.5厘米。机器的 A 面就长这个样子，还不错，挺好看的，但是那个 logo 并不能发光，这点好可惜。C 面的键盘布局较为工整，可惜没有数字小键盘，并且触摸板上也没有给枪神的那个小键盘。触摸板的按压反馈感的话还行，键盘的手感正常。电源键，然后它这个地方枪神是镂空的，它这里不是的。拆机后可以发现，魔霸新锐与枪神的模具差异不大，同样是3风扇7热管的一个配合。硬盘的话使用的是三星的硬盘，使用的是西数的那个7SN6560，是个奇怪的硬盘。网卡是在这个位置，网卡这边是有一个 M2 接口。内存的话就是采用的是三星的 DDR5， 这边有个光线传感器，加硬盘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拔这个电池排线了，电池排线在这个风扇的下面。新版本娱乐大师跑分，总分跑到了1633525分，处理器跑到了798000分，显卡跑到了413000分。CPU R20单核跑分722分，多核跑分8082分，又跑了10轮223 ，CPU 单核跑分1912分，多核跑分21081分。那这个 CPU 生产力其实还行，但它本质上也就是 i7 的12700H， 频率高了那么一点点，总归还是14个核心20个线程，就是挤了牙膏而已。Time Spy 处理器跑到了14332分，显卡跑到了10517分。色准我们先不谈，那这500尼特 2K 屏就是比 1080P 的250尼特看的要舒服一些。CPU 单烤10分钟，功耗115瓦，温度88度，这单烤全核频率4.4G。说心里话，这个模具给这个 CPU 真的有点浪费了。现在室温25度，双烤10分钟 ，CPU 功耗45瓦，77度，大核频率2.8G， 小核频率2.5G， 显卡功耗140瓦，频率2.3G， 温度81度。妈的，这个散热是真的好。就今年过完年回来，我开箱的这些所有游戏本中 ，ROG 的键盘控温以及散热是目前做的最好的，没有之一。这是键盘灯黑夜的一个效果。走了。不到。英雄联盟刚进游戏的时候，帧数在400左右浮动，游戏里面特效画质我开的都是最高，游戏里的分辨率也是 2.5K。
的时候帧数稳定在100左右浮动，游戏里面特效画质我开的都是最高，游戏里的分辨率也是 2.5K。自闭层跳伞落地的一瞬间没有出现掉帧卡顿，平均帧数稳定在80左右。旁边的大超商也有。Apex 英雄游戏里面特效画质我开的依然都是最高，分辨率也是 2.5K。我操！永劫无间游戏里面的画质特效我开的依然都是最高，分辨率还是 2.5K，DLSS 是关闭的状态。现在我把 DLSS 放在了质量模式上，其他东西不变，还是 2K 全高。不开 DLSS 的话 ，2K 全高基本帧数是稳定在60到70，开了过后的话，帧数是在90到100。现在我把分辨率降到了1920×1080，DLSS 还是质量，游戏里面特效还是全高。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游戏上 ，1K 分辨率和2K 分辨率差了几乎50帧。直播的时候，经常会有观众问我，大康位宽被砍了过后会影响什么？那你看到了 ，1K 和2K 的这个帧率差距太大了，这就是影响。战地5游戏里面的画质特效依然是 2K 全高 ，CPU 这个时候温度77度，显卡温度73度，这个机器的散热做的真不错，真的。地平线5第一轮机冷测试，游戏里面画质特效预设极端，分辨率是1920×1080，DLSS 是关闭的状态。这个游戏太吃显存了，现在显存占用92%。第一轮机冷测试已经跑完，平均帧数85帧。第二轮机冷测试，其他东西不变，我把分辨率从 1080P 换成了 2.5K。最终平均帧数69帧，比 1080P 低了16帧。第三轮机冷测试，我把 DLSS 放在了质量模式上，分辨率还是2560×1600，画质特效预设依然是最高。最后开了 DLSS 和不开 DLSS 帧数就差了2帧。霍格沃兹游戏里面的画质特效我依然开的都是最高，光线追踪我放在了高，没有拉到极端啊，分辨率还是2560×1600，DLSS 放在了质量模式上。在战斗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很明显的脱手感了，内存现在占用已经到93%了，这个游戏很吃内存，32G 才可以，16G 真的跑不满。关闭 DLSS 过后，现在帧数只有30多帧，这帧数肯定玩不了的，非常的卡顿，脱手感、撕裂感太明显了。古墓丽影的暗影游戏里面画质特效依然开的是 2K 全高，光线追踪也放在了超级 ，DLSS 是关闭的状态，最终平均帧数跑到了84帧。第二轮机冷测试，我现在把 DLSS 放在了质量模式上，其他东西不变，还是 2K 光追超级，最终平均帧数跑到了114帧。显卡杀手2077，DLSS 现在被我关闭的状态，光追被我放在了超级模式，分辨率现在是1920×1080。
第一轮基准测试已经跑完，平均帧数33.42帧。第二轮基准测试，分辨率被我从 1080P 换成了 2.5K， 其他东西不变。最终平均帧数18.82帧。1080P 是34帧，几乎是这个帧数的2倍了。第三轮基准测试，分辨率是1920×1080，但是我把大力水手3给开起来了，光追还是超级。开启大力水手3过后，1920×1080P 最终平均帧数是95.35帧。请耐心看完这最后一轮基准测试，大力水手3分辨率是2560×1600，光追还是超级。最终平均帧数57.69帧。魔霸仙瑞今年用的是枪神的模具，机器的散热非常的不错，噪音控制的也不错，屏幕的观感也是非常的好。i7 的13650HX 这个 CPU 虽然阉割的挺多，但性能表现也还行，只是可惜给了这么好的模具，确实有点浪费了。缺点：没有数字小键盘，没有单键 RGB 键盘灯，并且相比较枪神7少了2个扬声器。那最后我也终于明白位宽 128bit 的4060在 1080P 和 2K 3A 游戏上的一个帧数差距了。我只能说很恶心，非常恶心。用户如果直接从 2K 降 1080P， 画面肯定会糊，观感也